8年前，陆默生在婚礼上公开羞辱我，弃我而去。8年后，他又找到我，想要我的孩子为他儿子捐献骨髓。真是做梦！我假意周旋，不过是为了亲眼看他坠入地狱，万劫不复。时隔8年，再见到陆默生，是在加油站旁边的小吃摊上。他开着劳斯莱斯到加油站加油，正碰见我一边哄儿子，一边给客人做烤冷面。他还像当年一样英俊，只是鬓边生了几丝银发，身穿笔挺的西装，更显得成熟稳重。他的目光也还是和从前一样锋利，足以将人切割。他那锋利的目光扫过我的身上，没有丝毫停留。我早该想到他可能不会认出我，我已经变了太多太多。况且他就算是认出我，也不会在乎的。可是他那目光在扫过围着我跑前跑后打下手的念生时，却停住了。8年前，他抛弃了我。念生今年7岁。出乎我的意料，陆默生下了车，向我走了过来。他在我面前站定，欲言又止。我说：“烤冷面5元一份，家常再加2块钱。”他愣住了，神情有些许惊讶。他可能没想到我的态度会如此平静，甚至冷漠。在遇到他之前，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遇到他会是什么感受。愤怒吗？悲伤吗？恨吗？还是爱？而此刻，我能感受到的只有漠然。念生见他沉默不语，以为他是在犹豫，便劝道：“来一个吧，叔叔，我妈妈做的烤冷面可好吃了，我可以给你额外加好多香菜哦。”他不吃香菜的。我随口对念生说。话一出口，我和他都愣住了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再度对陆默生说道：“你要不买就让开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”“那就给我做一个吧。”他说，“额外加个蛋，多加醋，不要香菜。”他吃烤冷面的口味倒是一直没变。我又想起从前，那时候我们都很穷，每天下课了，在校门口买一份烤冷面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吃得格外甜蜜。他总是把最后一口留给我。我那时候可真是蠢，因为一口烤冷面就以为他爱我，对他爱得死去活来，掏心掏肺。看看我如今落得个什么下场吧。我说：“加蛋6块，你扫码吧。”我熟练地铺上冷面，打鸡蛋，刷酱，撒上葱花洋葱，多加醋。我加了很多很多醋，酸不死他。我把冷面装在小盒子里递给陆默生，他接过去，却还不走。他的眼睛围着念生打转。“小朋友，你也爱吃烤冷面吗？”他问。“爱吃。”念生答道，“妈妈做的烤冷面最好吃了。”“那把叔叔这份给你吧。”“叔叔刚吃过饭，吃不下了。”念生乖巧地看向我，我摇了摇头。“我不能要，谢谢叔叔。”念生答道。陆默生也看向我，笑了。他又对念生说：“你真是听妈妈话的好孩子呀。你有5岁吗？上幼儿园了吗？”念生不知道陆默生是故意在诈他，一脸骄傲地说：“我7岁，都上小学2年级了。”念生，我喊道：“给你5块钱，去街对面的小卖店买零食吃去吧。”念生接过钱，蹦蹦跳跳地去了。我抬头，发现陆默生正注视着我，眼神玩味。“念生。”他重复着这个名字。“不是你的。”我说。他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我知道陆默生这个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半个月后，一辆豪华加长的林肯车停在了我和念生居住的简陋出租屋门前。陆默生从车上下来，向我伸出了手：“暖暖，我来接你和宝宝回家。”我一把打飞他的手：“滚！”陆默生也不生气，温柔地对我说：“暖暖，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。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求求你，原谅我，给我一个机会补偿你好不好？”我狠狠盯着他，沉默。“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打我，
骂我，不理我，都是我应得的。他又说，可是你也要为念生考虑，念生已经这么大，也懂事了，你忍心让他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，每天跟着你辛苦操劳，风餐露宿吗？你就不想让他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吗？让他吃美味的食物，穿得体的衣服，买喜欢的玩具，去上最好的学校，学习音乐、绘画，起码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我不说话了。是念生怯生生地上前，拉了拉陆默生的衣袖。叔叔，你是我爸爸吗？陆默生一把将他抱了起来。是的，好孩子，爸爸来接你回家了。念生紧紧抱住陆默生的脖子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陆默生抱着念生就往车上走，我也只好跟了上去。陆默生，你把他放下！我喊道，你把念生还给我。我都说了，念生不是你儿子，可他只是笑着望着我，说了句暖暖乖，别闹。恍然间，我仿佛回到了当年，坐在陆默生的林肯车里，我问他，陆默生，你要怎么补偿我这8年？他满眼的宠溺，暖暖想要什么我都给。是吗？我冷冷地开口，那苏雪依呢？苏雪依是陆默生的初恋，当年她穿着婚纱来参加我的婚礼，而陆默生在当众侮辱我，将我赶出礼堂之后，便娶了她。陆默生的眼神晦暗，我和他已经结束了。那你父亲的仇呢？你也放下了？我又问。他的眼神又亮了几分，那都是你父亲的错，跟你无关。陆默生的父亲本来是个成功的商人，因为被人欺骗，欠下了巨款，身败名裂，自杀身亡。而诱他父亲入局的人，正是我的父亲。我父亲就是个人渣。我刚出生不久，他就抛弃了我母亲，去当了豪门赘婿。等到他混出了头，自己有了权势地位，又立刻抛弃了曾经提携过自己的富家小姐。而他后来之所以又来认我，不过是因为他的后几位妻子和情人都没有再生育，我是他唯一的骨肉。对于陆默生而言，我只是他用来报复我父亲的工具。陆默生通过我进入了父亲的公司，暗中调查，掌握了父亲违法犯罪的证据。就在那场婚礼之后，他实名举报了我父亲，将他送进来监狱。父亲的公司也破产了，而陆默生则凭据之前积攒的人脉和声望，进入商场，功成名就。这8年来，他一次都没有找过我。他真的以为就凭他道个歉，再随便说几句话，许诺个3瓜2枣，我就会原谅他，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吗？不，我回来只是为了亲眼看他坠入万劫不复罢了。林肯车停在了市郊的一栋3层小别墅门口，陆默生抱着念生，扶着我下了车。早有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整齐地在别墅门口排成一排，齐声喊道：“欢迎夫人和小少爷回家。”我瞥了一眼陆默生，只见他眼中含着得意。暖暖，这栋别墅是我为你和宝宝特别准备的，从今往后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怎么不住市区里？我问。我给你准备了专属司机，你想去市区，让司机开车送你去就行。他回答。那你呢？我问。你不能送我吗？我还要工作呀。他答。我不努力工作赚钱，怎么养得起你们娘俩？我冷冷哼了一声，伸出手，卡呢？他一愣，却还是从怀里掏出了一张信用卡，放在我的手上。这张卡没有上限，你想买什么都行，怎么解气怎么花。好，我说，你可以滚了。我和念生在别墅里住下了。陆默生确实用了心思，别墅里的一切都布置得别出心裁，奢华而不失舒适。他记得我从前喜欢画画，甚至还特别留了一个房间给我做画室。念生也有自己的书房和玩具房。我领着念生从楼上到楼下逛了一圈，念生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地说：“妈妈，这里这么漂亮，我们真的可以住在这儿吗？”
只是暂时住一阵子。我说等妈妈办完了事，咱们就回家。念生到时候不会不舍得吧？念生摇摇头，抱住了我。不会的，我只要和妈妈在一起，去哪里都行。看着念生圆圆的小脸蛋和亮闪闪的眼睛，我的心都要融化了。我也抱住了他。念生乖，你要记住一件事情。我认真地对他说，那个男人不是你爸爸，无论在哪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你只能叫他陆叔叔。念生懵懂地点了点头，我记住了。司机载着我和念生到市区购物，我拿着陆默生的信用卡，见什么买什么，包包、衣服、首饰、化妆品、鞋子、手表，管他喜不喜欢，我全都要买，而且是挑最贵的。商场的店员们都惊了，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崇拜，从未见过如此有钱任性之人。我挥挥手中的信用卡，刚傍上的大款，趁他还没后悔，能刷多少是多少。店员点头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店下个月要出一个新包包，现在支持全款预定，给你也开了。我笑，好，开。逛完商场，我又带着念生来到市区里最贵的饭店，把菜单上所有菜都点了一遍。我打电话给陆默生，我在市区吃饭，你过来陪我吧。陆默生语气为难，暖暖，我正在开会，限你20分钟之内赶过来，不然我就带着念生远走高飞，让你再也找不到我们。我说完，挂断电话。果然，不到20分钟，陆默生已经到了。他看到我这一大桌子菜，脸上隐隐有愠色。怎么，你不喜欢？我问。我就点了这点菜，你就心疼了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陆默生说，暖暖想吃什么，尽管点。我拿起筷子，夹了2口，道，不好吃，都凉了。我们走吧，换一家。陆默生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但他忍住了。我们又换了一家店，我又把菜单上的菜都点了一遍。等到菜上来，我用筷子搅了搅，看着就没胃口，再换一家。陆默生点点头，什么也没说。到了第3家店，我又如法炮制，点了一大桌子。暖暖，我看这家菜很好，我们就在这里吃吧。陆默生柔声劝说道。行吧。我说，手机给我。陆默生不明所以，但还是解锁手机，递了过来。我又叫来一个服务生，你来给我们俩拍张合照。服务生接过手机，咔咔咔连拍3张。别说，拍的还挺不错。饭店那明黄的灯光打在陆默生轮廓分明的脸上，有一股说不出的淡淡忧郁。我说，不介意发个朋友圈吧，陆总。陆默生笑了笑，不介意，你发吧。我编辑了一句，兜兜转转，才发现原来你是我的唯一。配上照片，一起发出去了。我又翻了翻他的好友，有挺多的，备注有朋友，也有工作上的同事，应该是他的大号。好友里没有苏雪依。我拿出自己的手机，跟他加了好友。今天这顿饭，算是你重新加我好友的代价，你说怎么样？我问陆默生，值不值？值，当然值的。他说，太好了，那你下午陪我逛街吧。陆默生面露难色，我下午还要开会呀。暖暖，我不管，我就要你陪我逛街。我说，你口口声声说要补偿我，难道连这点小事都不答应吗？他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笑了。好。下午，在陆默生的陪伴之下，我继续大买特买。不得不说，陆默生是真的很能忍耐，无论我提了多么不合理的要求，他都会面带微笑，一一满足。他简直完美地演出了一个陷入了爱情的男人的种种表现。可惜啊，我知道他是演的。8年前，我已经见识过他的演技了。我要是再上当，那就真该把脑袋拿去给人家当水壶了。我知道陆默生对我别有所图，可他并不知道我知道，这就有意思了，不是吗？回到别墅，天已经黑了。陆默生接了个电话，
就要往出走，我拉住了他的衣袖。你别走，我说。对不起，暖暖，这是工作上的事，真的很急。他说。你别走吗？我说。你不是说要补偿我吗？你今晚就留下陪陪我吧。陆默生坐下了。好，我不走。他的手机又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没有接。我把念生打发去睡觉，拉着陆默生坐在娱乐室的大沙发上看电影。我挑了一个很老的片子，是我们当年约会的时候一起看过的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。这片的男主假意抛弃了穷女友，和富家女结婚，其实却是和穷女友合谋杀害富家女，好侵占她的财产。他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，其实早已被侦探波洛看穿。我偏头看了看陆默生，他又何尝不是？看电影时，陆默生的手机总是在震个不停。电影终于结束，陆默生说：暖暖，我真的得走了。你不许走。我故意撒娇，你今晚要是敢走，以后就再也别回来了。陆默生犹豫再三，终于还是没走。他陪着我看了一宿的老电影。第二天早上，陆默生很早就走了。我叫醒念生，去餐厅吃早餐。厨师早准备好了一大桌子丰盛的菜肴。我们一边吃，念生问我：妈妈，你昨天是故意欺负陆叔叔吗？是的，我是故意在欺负他。我说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被我欺负，他心里其实是很开心的。念生一脸困惑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呀，陆叔叔从前对妈妈做了很坏的事情，所以他认为我现在欺负他就会跟他扯平了，这样我也就原谅他了。那你原谅他了吗？念生问。我想了想，等我和他真正扯平的时候，我就原谅他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陆默生表现得十分殷勤，鞍前马后，随叫随到。我不再故意折腾他了，但还总是叫他陪我吃饭逛街，晚上也总是留他看电影。他没有提出进一步的亲密要求，我也乐得如此。陆默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手机经常响个不停，他很少接，就是接起来也是敷衍几声就会挂断。我故意调侃他，是你的小晴儿又在找你了吧？哪有啊？他说，我的心里就只有暖暖一个。你敢发誓吗？我问他，你发誓，如果说谎就死全家。他望着我，面不红心不跳地发了誓。我陆默生对天发誓，如果我说谎欺骗江暖阳，叫我全家不得好死。他还真敢发誓啊！没关系，很快他的誓言就会应验的。这天我早晨起床，发现陆默生正坐在餐厅的桌子上看 iPad， 一副很认真的样子。你在看什么？我随口问道。他把 iPad 递了过来，上面是一则新闻，有一个小男孩得了重病，需要骨髓移植。他的爸爸妈妈的骨髓都不匹配，唯一匹配的是爸爸和前妻生的孩子。可是前妻当年与爸爸离婚，闹得很不愉快，怀恨在心，死活也不同意捐献骨髓。这个小男孩太可怜了。陆默生仿佛不经意地说，不管爸妈犯了什么错，孩子可是无辜的呀。我没接话。陆默生看我不吭声，又说，暖暖，你怎么看？你觉得哥哥应不应该捐骨髓？我冷笑一声，我要是前妻，我就是死也不让孩子捐。说什么当年离婚不愉快，估计就是他爸爸出轨了后面这个老婆吧。现在居然还敢找前妻的孩子要骨髓，真是不要脸。还什么孩子是无辜的？小三的孩子能无辜到哪里去？我说完，笑呵呵地望向陆默生，死死盯着他的眼睛。生哥，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陆默生的脸色惨白，他喃喃地回了句对，便灰溜溜地走了。我其实知道，陆默生和苏雪依有个孩子叫陆媛媛，这个孩子生病了，是白血病，需要骨髓移植才能活命。可陆默生和苏雪依的骨髓都不匹配，
医生说，兄弟姐妹之间的成功率是最高的，哪怕是异母的兄弟。所以陆默生那天看到了念生，才会立刻下车。他才不是什么良心发现，想要补偿我。从一开始，他盯上的就是念生的骨髓，我绝不会让他如愿的。我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出门去找苏雪依的麻烦。苏雪依住在市区的豪华别墅，就在陆默生公司的旁边。我知道这里才是陆默生真正的家。我在门口站定，双手叉腰，摆出泼妇骂街的气势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破口大骂：苏雪依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小三！你是男人想疯了吧？成天缠着别人的老公。苏雪依，臭不要脸，知三当三，你有本事抢男人，你有本事开门啊！我的声音嘹亮，中气十足，很快就引来了无数路人和街坊邻居的围观，其中还有不少人拿出了手机。可惜的是，苏雪依始终没有出来，但是有2个保安出来了，把我架了出去。我意犹未尽，苏雪依，你等着，我明天接着来骂你。回到郊区别墅，我的屁股还没坐热，陆默生就风风火火地赶来了。不等他开口，我先发制人：苏雪依那个贱人找你告状了吗？我说，我知道，他住的那栋房子是你的，也是他每天给你打电话。生哥，你明明说过你和他已经结束了的，为什么还要和他纠缠不清？陆默生一时语塞。我乘胜追击，所以你都是骗我的吗？生哥，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要补偿我，跟我在一起，你的心里一直还惦记着苏雪依。好，我这就带着念生离开，今生今世，我们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我做事要走，陆默生立刻紧紧地抱住了我。暖暖，我错了，你别走。他可怜兮兮地说，那你答应我跟苏雪依一刀两断。我说，我答应你跟他一刀两断。他重复道，跟他离婚。我又说。他沉默了。苏雪依是他的初恋，也是他宝贝儿子的亲妈，他到底还是不舍得让他伤心。我伏在他的耳边，生哥哥，你难道不打算跟我结婚吗？你难道不想成为念生名正言顺的父亲吗？你可是承诺过要给念生一个完整的家庭的。你只有跟苏雪依离了婚，跟我结婚，咱们一家3口才能永远快快乐乐的在一起啊。陆默生犹豫了，我能看出他心中的挣扎。他确实不舍得苏雪依，可如果他与我结婚，他就成了念生的合法监护人，无需我的同意，他就能安排念生捐献骨髓。甚至如果念生的配型不合适，他还可以与我再生一个孩子去救陆媛媛。我可知道苏雪依当年生产时大出血伤了身，已经不能再生了。陆默生这个人最是心狠算计，他当然知道这是最好的方法。好，我这就去跟苏雪依离婚。他说，暖暖，我保证给你一个最盛大的婚礼。好，我甜甜地笑着，最盛大的婚礼。陆默生信守诺言，第2天就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我缠着他修改条款，一定要让苏雪依净身出户，他也同意了。我得寸进尺，提出要跟着他俩去民政局，亲眼看他们领离婚证。陆默生叹了口气，今天领不了证的，暖暖，还有30天冷静期呢。我说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去。陆默生满眼的宠溺。好，我又仔细打扮了一番，坐着陆默生的劳斯莱斯去了民政局。苏雪依是自己来的，她几乎一点没变，依旧年轻美丽，仿佛丝毫没有受到岁月的无情侵染。我回想起了当年那个穿着白纱出现在我婚礼上的明艳少女，而现在是我穿着酒红色的高定小礼服出现在了她的离婚现场，还真是风水轮流转。我笑呵呵地朝苏雪依打招呼，哟，苏小姐，被抛弃的感觉怎么样？
苏雪依神情高傲，冷着脸一言不发。我继续落井下石，你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吧？苏雪依，这就是你抢别人老公的报应。苏雪依仍是不说话，冷冷看着我，眼神中甚至还带着一丝怜悯。我知道陆默生肯定是跟他说实话，为了救他们俩的宝贝儿子，需要一起演着出假离婚的戏来骗我入瓮。他表面平静，心里还不知道怎么笑话我呢。可是他在演戏，我又何尝不是在演戏呢？我突然提高了声调喊道：大家来看啊，这个女人故意做小三，勾引人家老公上位，结果现在人老珠黄被甩了，还是净身出户哟。刹那间，周围的目光都投了过来，人们压低了声音，议论纷纷。苏雪依哪里受过这样的公开屈辱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她咬着嘴唇，求助般地望向陆默生。哟，到了这步田地，还想着勾搭男人呢。我大声嘲笑道：你也不撒泡，要照个镜子看看。生哥哥马上就要跟我结婚了，你不过是个没人要的二手货。陆默生心疼得要死，脸上却装出一副风轻云淡，亲热地拉了拉我的袖子。好啦，暖暖，别说了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不，我偏要说。我说，生哥，你不会还可怜这个狐狸精吧？怎么会呢？陆默生笑得十分僵硬，我的心里只有你呀，暖暖。苏雪依捂着脸，哭着跑走了。陆默生终于有些忍不下去了。暖暖，你曾经是那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，你如今怎么变得这么刻薄？我冷冷一笑，是吗？把我变得如此刻薄的人，不就是你吗？我告诉你，陆默生，你不愿意跟苏雪依离婚也可以，我现在就带着念生出国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们娘俩。陆默生果然怕了。我们今天一定会办好离婚手续的，暖暖，我向你发誓。再等1个月，离婚证一下来，我们立刻办婚礼。他说，我一定会给你一场最完美、最豪华的婚礼的。好啊，我又笑了，我相信你。办完离婚手续，陆默生一连几天没有到别墅看我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说他是在见客户，忙工作。见什么客户？放屁！我知道他是在哄苏雪依吧。离婚那天，苏雪依受了大委屈，陆默生若是不好好陪她哄她，她又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？我当然不能放任他们俩开开心心的过2人世界了。我只给陆默生发了一条消息：念生病了，速来。我又给他发了个医院的定位，然后便关了手机，带着念生继续逛游乐园去了。陆默生找到我们的时候，满头大汗，双眼通红，能看出他是真的急了。怎么啦？他抱住念生上下摸着，念生究竟生什么病了？我说，念生今早起来就有点咳嗽，我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，医生说没什么大碍。我说着，故意晃了晃手中的检查单。念生也说，我没事，陆叔叔。我们念生好乖的，抽血都没有哭。我说，所以我才带他来游乐园玩奖励他。是吗？念生真是好样的。陆默生仿佛不经意地问道，念生是什么血型啊？我笑了笑，把检查单递给了他，和你一样 AB。 陆默生扫了一眼检查单，突然抱起念生转了个圈。好呀，今天咱们一家3口就好好玩1天吧。我忍住了一声冷笑。1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陆默生终于与苏雪依领了离婚证。这一天，我早早起床，收拾好我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，带着念生回到了我们的出租屋。至于我刷陆默生的卡买的那些东西，被我打了个包，直接以他的名义捐献给了贫困山区，就当是为他下辈子积点德吧。我送念生去学校，然后重新支起来我的烤冷面摊子。还没等开张，陆默生就来了。他说，暖暖，别闹了。我冷笑着看着他，陆默生，你还记得当初在婚礼上，
我告诉你我怀孕了，你是怎么回答的吗？你说打掉吧，我是不会认这个孩子的。你现在怎么好意思要聂生捐骨髓去救你和苏雪依的儿子？你的脸皮是比城墙还厚吗？陆默生一脸震惊，真是好笑，他大概以为我还蒙在鼓里吧。我说，陆默生，你真是把人当傻子看，你耍了我一次，难道还想耍我第二次吗？他狠狠盯着我，所以你一直都知道，从始至终你都是在戏耍我，报复我。我笑，是啊，真好玩。看着陆默生那咬牙切齿、怒不可遏的表情，我真是痛快，痛快极了。我说，我是不可能让聂生捐骨髓的，陆默生，这是你抛弃自己亲生骨肉所遭的报应，你趁早认命吧。他恶狠狠地瞪我，行啊，江暖阳，我们走着瞧。晚上我去学校接聂生放学，我在门口等了很久很久，天都黑了，也没有见到聂生出来。我去问班主任，班主任一脸惊讶，聂生的爸爸下午过来把他接走了。我早该想到陆默生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我掏出手机给陆默生打电话，发现我已经被拉黑了。一旁班主任看到我焦急的样子，有些不知所措，怎么了？聂生找不到了吗？我望着他，焦急地说，陆默生不是聂生的爸爸，他只是我的前男友，我要跟他分手，可他不同意。他这个人性格特别偏激，我担心他要对聂生不利，班主任吓坏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怎么办？我们报警吗？我点点头，报警吧，只能报警了。趁着班主任报警的功夫，我也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我留了很久的电话。喂，林木秋，你儿子失踪了。警察的动作很快，可林木秋更快。不到1个小时，他就查到了聂生的下落，在市中心的某私人医院。警车开到，我和林木秋去医院接聂生。我们到的时候，陆默生正哄着聂生抽血，好做骨髓配型。聂生哭哭啼啼，不情不愿，直到看到了我，他立刻从陆默生怀里挣脱出来，扑进了我的怀里。妈妈，妈妈！我抱住他，鼻子也有点发酸。聂生乖，聂生不怕，妈妈在呢。班主任也跟来了，他指着陆默生说，警察同志，就是这个人自称聂生的父亲，把聂生从学校拐走的。2个警察大哥拿着手铐就去铐陆默生。陆默生脸色一沉，这就是一场误会，我是聂生的父亲，这是我们自家事。警察大哥有些迟疑，可我已经开口了，陆默生，你做梦吧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聂生根本不是你儿子，你这是绑架，是犯罪，懂吗？一旁的林木秋也开口了，我是聂生的父亲，我要求必须追究这个人的法律责任。陆默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林木秋，口说无凭，我可以跟聂生做亲子鉴定，证明他确实是我的儿子。我笑了，我实在忍不住，笑得像个疯子。我说，根本不用做亲子鉴定。陆默生，我问你，你的血型是 AB 型吧？你知道聂生也是 AB 型，那你知道我是什么血型吗？陆默生困惑地望着我。我说，我是 O 型啊。哦，行。你这个白痴，你连我的血型都不记得，你要是记得，你就会知道，我跟你是生不出 AB 型血的孩子的。聂生就不是我亲生的，怎么可能是你的儿子呢？陆默生仍是一脸困惑，仿佛是没有听懂我的话，而我走到他的面前，一字一顿地说，陆默生，我和你的孩子早在8年前就死了，聂生不是我亲生的。8年前，在婚礼上被当众抛弃之后，我心如死灰，浑浑噩噩，失去了活着的勇气。我爬上了江桥，一跃而下，可是没有想到，我竟然被人给救了。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，我又冷又困，全身上下都好疼好疼。护士说，因为溺水加上长时间的低温，我的孩子没了。护士还说，
我以后可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我真的好疼，我疼得哭了出来。躺在我隔壁床的女孩也在哭，她是车祸送进来的，肚皮高高的，孩子已经有9个月了。医生问她叫什么名字，父母在哪里，可她就是咬着牙不说。她只是不停地说，救救我的孩子，求你救救我的孩子。后来她的孩子活下来了，而她没有。孩子哇哇大哭，护士们也束手无策，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。母亲已经去世了，又没有身份证明，这么小的孩子就送去孤儿院，也太可怜了。我躺在旁边的床上，听着孩子的哭声，我的心不知怎地就软了下来。我说，我来养他吧。我给孩子取名叫念生，是为了纪念生命，为了提醒我自己，无论多么艰难，多么绝望，都要活下去。林木秋是在1年前找上我的，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有钱人家的男孩爱上了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，他们2个两情相悦，早早私定终身。可是男孩的家人不同意他娶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女孩子，男孩努力抗争，却被家人强行送去了国外。他就这样在国外待了很多年，并不知道在他走的时候，女孩其实已经怀了孕。后来男孩终于长大成人，他有了金钱、权力和地位，摆脱了家人的控制，回国来寻找他的爱人，却发现女孩早已与世长辞，只留下一个年幼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就是念生。林木秋想要补偿念生，他想要得到念生的认可，成为念生的父亲，而我想要向陆默生复仇，所以我与林木秋做了一笔交易。陆默生被警察以诱拐未成年人的罪名逮捕了。我永远记得他得知念生不是自己的儿子时的表情，那种愤怒和绝望，简直比最甜蜜的巧克力还要甜。我和林木秋都坚决拒绝谅解，于是法院顶格判罚，判处了陆默生5年有期徒刑。林木秋又找了关系，保证陆默生不得减刑，老老实实的蹲满5年。陆默生进监狱之后，他的公司群龙无首，很快就垮了。陆默生与苏雪依的孩子也因为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骨髓移植，死了。听说陆默生在监狱里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一下子老了10岁。没过多久，我又听说陆默生与狱友争执，动起了手，竟然活活将狱友给打死了。他也因此罪上加罪，直接判了无期徒刑。被他打死的那个狱友，正是我的父亲。这也算是因果循环吧。最后的最后，我又去见了苏雪依，我们约在咖啡厅见面。她看着老了许多，苍白憔悴，不复从前的美丽。你还想怎么样，江暖阳？她冷冷地问。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我说，什么事？她不屑地问。我说，你想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会得先天性白血病吗？他愣住了。我继续说道，8年前的那个时候，你和陆默生是不是经常在我的新房里幽会？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陆媛媛就是在那里怀上的吧？可你不知道，陆默生当时因为创业缺钱，挪用了新房的装修款，只请了一个最便宜的施工队进行装修。而那个施工队用了大量的廉价材料，导致房间的甲醛严重超标。甲醛是最容易引发新生儿畸形的化学物质之一。他冷冷地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然而，从他的眼神中，我可以看出他已经有些相信我了。我继续说道，我当年也怀孕了，你知道吧？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就流产了。医生告诉我，是甲醛导致的婴儿畸形。我这才想起来，去新房测了甲醛，才知道了这一切。所以说，你的孩子所遭遇的一切不幸，其实都是陆默生自己种下的。你要怪的话，就去怪陆默生吧。杀人诛心，这就是我对他们俩最后的报复。我起身离开，苏雪依在背后叫我，而我没有留步，也没有回头。走出了咖啡馆，外面阳光正明媚。
林木秋带着念生正等着我，念生一边喊着妈妈，一边扑进我的怀里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等会儿去吃冰淇淋吧。我笑笑，好。